OK， 我们第一个 test drive of Juniper Model Now turn Y。 left onto Hatton Street. 第一件事情我发现这个差别是它这个 stop 感觉跟我们的 Model 3完全不一样。它没有那个什么，它没有 Now 那个 turn right feedback。 onto Hemlock Avenue. 把那个声音关掉，那个 navigation 声音关掉。OK，so 一个 intro 一下，说这个是我们试驾，今天是那个 Tesla Model Y Launch Series， 这个它的加速应该是算是 Model Y 最快的一个。来，我们今天要测试 Local 跟 Highway， 然后看什么感觉哦，它的 acceleration 不错哦。所以我们最近刚刚也试开一个 Model Y， 试开了好几天，那个有很容易就知道什么差别。第一个明显差别 between 这个 Juniper 跟旧的 Model Y， 就是说这个它的声音，这个车里面这个声音的确是比较安静，所以他们的 soundproofing， 他们的隔音做得很好。然后这个开在 Highway 也是比较顺一点，就是说它的 suspension 好像有进步。那个旧的 Model Y 它开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那个路的那些震动啊，那些 bumpiness， 但是在这个新的 Juniper 好像就是比较 soft。就比较，它会 absorb 那个马路的那些 cushion。So far 开了这个5分钟，感觉真的是不错。那个 definitely 比旧的 Model Y 开的还好。然后刚才有做一些弯，那个第一个感觉也是它比较灵敏一点，就没那么笨重。它的确是有 improve 一些东西。OK， 你看这个，你马路刚才不是有很多凹凸不平吗？以前的这个旧的 Model Y 你可以感觉到很明显，就是这些路的凹凸不平。但是这个 Juniper I think 是有 combination of 不同的原因。第一，它的 suspension 我觉得它有进步。第二，它的椅子也是比以前的这个 Model Y 还要舒服，比较 cushion 一点。So I think so far 刚才凹凸不平的这些马路我都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有进步。后座也是不错。后座怎么样？后座也是不错。后座不错啊。而且我坐在中间，我不是坐在两旁。是吗？但我们当初在那个展示间坐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椅子真的很舒服。最近开过2020年的 Model Y 跟2023年的 Model Y， 都这样在比较这一个，然后还有 Cybertruck，
你有什么就是开的感觉跟你坐的舒适度吗？跟你讲，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全部车我们开过当中是最舒服的一个，哦，那跟Model 3的那个甚至还比 Cybertruck 还要舒服，真的。In what way？就是 Cybertruck 的椅子比较硬吗？对 ，Cybertruck 椅子比较硬，然后这个就很 cushion， right， 就很多 cushion， so 你马路一有一些 bumps， 那不均匀的地方，你上下，它就是会好像就是在云里面呀，就当然是可能没有比 Model X 还要好，但是这个算是已经很不错了。甚至 Cybertruck 也没有那个感觉，就是 Cybertruck 你在 bump 的时候，它虽然是有 air suspension， 但是它的椅子比 Model Y 还要硬，是因为 truck 嘛 ，truck generally 它的椅子会比较硬，Model Y 的椅子真的是很舒服。现在我在边坐，感觉我的整个身体就被这个车包围，这样子就是很，就刚刚好的感觉，就是只能说感觉整体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然后车也是很安静，对，我觉得非常安静，这个是蛮安静。我觉得这个舒适度已经快接近 Model X。好像是哈。这个 definitely 比 Cybertruck 安静。Cybertruck 可能是很大的一台车，你可以听到很多轮胎又是很大。那这个就是真的是很舒服。我会说，大部分人会很喜欢它这个感觉。停一下，变车3、2、1。这个好像还比较棒OK， 好，我们就回去吧。它转的时候的感觉怎么样？转的感觉没有感觉很大差别。你那个 radius 这样转，你说跟旧款的 Model Y 比的话，没有很大的差别。好像没有很大的差别，对。所以你觉得我们还是一样会被甩出去吗？老实说，这个真的是比较那个。比较稳 ，I think 它 do something to the suspension。我那个会蛮喜欢开走这台车。你看我现在坐前座那个背跟那个屁股那边，尤其是背那个靠腰的地方，靠腰，就是还蛮软的，就是真的跟旧的 Model Y 比的话。一切都不要跟旧的 Model Y， 我看是全部的车款目前我们坐过的，这个椅子真的是很舒服。坐前面怎么样？就是这样，就是马路这样没有很平的感觉，是不是好像比较舒服一点？我是觉得它前座跟后座都很舒服，都很舒服啊。对，以前的 Model 3就是前座 OK， 但后面就是稀巴烂。我觉得我们就这样差这么1-2个月，让我们觉得说这台车是可能我们比较想要买，因为比较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比较接近，比较符合我们生活方式啊。然后，但是我就预计它大概是9月才会上市，结果没想到我们一订那个 Cybertruck 的隔了2-3天，它就开始让我们订了，就差这么一点点，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遗珠之憾。
那很多人抱怨那个特斯拉的车就是很不舒服嘛，说喜欢追求舒服的人，我都叫他去开 X 跟 S。但是我觉得这个经济实惠的也有他们的等级，我觉得这是还不错的选择。老实说 ，for 这个 Model Y， 等一下可能1-2年后，它价钱就会比较，也不用1-2年啊，我看大概半年后也是会比较便宜一点嘛。对，那我觉得这个车会卖得很好，因为它其实老实说，它做的这个品质，它的 quality 是真的不错。我觉得 Launch Series 这一个款呢，就是如果你是一定要 FSD 的人，那当然这个款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也很多人在想，你买这个全部包给你，你硬是要买它一些其他有的没有的，然后有的人不喜欢嘛。但是我真的真心建议那些喜欢 FSD 的人，这个可以考虑一下。那个马路的震动，其实完全就是被这个椅子跟 suspension absorb， 就是没有就被抵消掉了。对，被抵消掉，不会不舒服。如果是我们旧的 Model 3的话，那个不要跟 Model 3比 ，Model Y 呢？旧的 Model Y 也是有差别，因为旧的 Model Y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就是几乎没有太大的感觉。咔那个声音嘛，那不是只是有声音而已，它是有点震动，它每咔一次就震一次那种。然后不舒服的车是很不舒服啊，但坐在这一台上面没有什么感觉。那你会推荐这台车吗？哎呀，我觉得 Model Y 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车款。就 Model Y 我就是觉得它是介于Model 3跟Model SX 之间，处在他们之间这样，就是各拿了两边的好处。可是为什么我很推 Model Y 这款车？然后它显然也是就是卖的最好的那一款。它铝圈 Black 怎么样？比较爽吗？没有很爽。没有很爽，没有很设定没有很爽还是？我这个设定已经算是最爽的。这个跟 Cybertruck 比差很多。但 Cybertruck 你一 release 那个 acceleration， 它马上就aggressive 的 braking。这个没有吗？这个没有。这个跟 Model 旧的 Model Y 比呢？它的 acceleration 好像差不多差不多啊。因为据说现在踩刹车它也是会铝圈 brake。哦。还不错如何不错？就没有特别被甩出去的感觉。直走，没机会开山路啦，自己在这边假装一下。假装一下。对，假装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挺甩的，但是前座啦，后座我不知道。前座它那个包裹的感觉，那个侧身之重，
身体的两旁，它就是更立体出来，所以它把你整个包在那个椅子里面，所以让你觉得没有那么特别帅的感觉。有没有这个比较凸出来，所以你这样做你不会被甩。哦，surprise。这边哎，警告我一下，直走。警告我一下好不好 ？surprise 嘛。对啊。随便选一个，对吧？正常。还挺错啊。啊？拉差。OK 啦，听了他虽然挺错，但是有听了。